欢迎回到投资硬总经。在2024年的最后一个月，特斯拉发布了监督式全自动驾驶 FSD 的更新版本，大幅提升了自动驾驶的功能。又在12月24日平安夜发起了促销活动，让中国的 Model Y 售价降到大约台币107万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特斯拉才刚开始，马斯克将重塑全世界。新版的特斯拉自动驾驶系统象征我们即将进入一个新时代，因为这个版本的安全系数比前一个版本提升了好几倍，让许多试用的车主感到非常的惊讶。不仅不用操控方向盘，车子就能够自动倒退、掉头，在红灯即将结束时提前启动，自动找车位停车，甚至可以站在停车场出口等车子自己出来接人。同时也让车主发现安全性比人类驾驶还要稳当。自从2017年人工智慧在围棋比赛打败人类之后，不到8年，人工智慧就已经发展到可以取代人类驾驶的地步，而且这件事情的发展还没有到达尽头。根据特斯拉的技术人员分享，未来的2年安全系数还可以再继续成长。根据彭博的报道，特斯拉基于无人驾驶的应用而准备推出的无人计程车 Robot Taxi 已经在美国德州的奥斯汀市区测试了1年，目前正在跟当地政府讨论推出无人计程车的时间点。长期追踪特斯拉动向的 Wedbush 证券分析师艾伍士表示，马斯克压住川普是本世纪最大的赌博之一。目前市场推测，川普政府会在全美拿掉法令的限制，让美国可以全面实施自动驾驶。这也是特斯拉股价在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开始大涨的主因之一。回顾过去股票市场的表现，在人类进入网络时代之后，先是需要路由器与办公室的网络设备，因此先涨的是 Cisco。但是当用户都买到设备之后，接下来就是软体公司的天下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微软从1990年代初期不到50亿美元的市值，涨到现在2024年底大约 3.3 兆美元的市值。在此同时， Cisco 的市值在2000年3月到达顶峰之后，只能在24年后勉强回到当年的水准。B2B 的公司要成为股王，必须看爆发的时间点，而 B2C 的公司才是有可能真正成为长期的市值王者。如果我们把这套逻辑套用到 AI 时代的话，辉达的角色很有可能就是当年的 Cisco， 而作为 AI 时代第一个有能力大规模跟客户收费的特斯拉，则很有机会在未来的30年再创微软当年称霸全球的历史。2024年特斯拉的资本支出设定为100亿美元，其中最大笔的资金就是用来跟辉达买晶片，组装运算中心，训练自己的无人驾驶模型。随着运算中心逐渐完成，先前困扰的问题，像是辉达 H100 的晶片供应、电力供应，还有散热效率等等的问题，在大致上都解决的情况之下，2024年第4季特斯拉所具备的运算能力又比第3季之前增加了1倍。特斯拉所建立的无人驾驶模型，经过封包让客户下载之后，就是无人驾驶服务的开始，以及随后无人计程车业务的基础。特斯拉的大规模资本支出是现在辉达的营收来源，同时也代表着特斯拉营运的投资现金流出。当特斯拉因为无人驾驶订阅制推出后，带动新的现金流入，就会是特斯拉超越辉达股价表现的开始。这就跟微软后来长期超越 Cisco 的概念一样，而特斯拉早在2014年的6月就开放所有电动车的专利给同业，包括电池、充电技术、太阳能板，在领先颠覆电动车行业的同时，还完全不介意所有的竞争同业拿到自己的专业技术。那为什么特斯拉会愿意这样做呢？在继续说明之前，财讯想祝福所有的频道会员与观众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支持与肯定，这些鼓励都是让我们继续带来精彩内容的动力。在
再次感谢频道会员，也欢迎大家订阅、按赞与分享。新的一年，请大家继续跟我们一起追踪政经趋势，掌握投资脉动。市场一度以为，当中国电动车厂大举复制电动车的技术之后，特斯拉会难以生存。但是10年后，我们回头来看，马斯克要的是大家一起来用电动车，并且不惜压缩毛利率，也要把电动车卖出去。因为有更多的电动车在路上跑，就可以收集到更多的道路数据。而大数据的收集其实是发展无人驾驶的基础。如果有越多家车厂生产电动车，未来能够授权使用无人驾驶的车型也会越多。因此把技术开源，让同业一起入场，就是把市场做大的策略。同时我们也能看到，发展了10年的苹果电动车计划已经宣布放弃了，因为苹果不具备大规模生产电动车的能力，到处收集数据的成本也比特斯拉高出了太多，所以只能在烧掉100亿美元之后黯然结束。苹果未来要发展 AI 应用，还得要跟 OpenAI 合作，未来什么时候能做出可以收费的苹果 AI 应用，目前看起来还充满问号。从这点来看，马斯克说过，未来特斯拉的市值会高于苹果加沙美石油的总和，并不是他陷入疯狂，而是投资人对于特斯拉领先地位的理解还不够深入。对于特斯拉来说，电动车的生产只是人工智慧发展的跳板，所以让中国企业大规模复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重点是 B2C 式的无人驾驶软体发展，以及随之而来的机器人运作软体。特斯拉的无人驾驶系统和机器人是并行发展的，都是以模仿人类视觉的镜头，以图像传导进行人工智慧训练。马斯克说，特斯拉的机器人业务可能是人类未来1000年历史的重大转折。目前 Optimus 机器人在硬体上已经很成熟，可以单脚站立、做瑜伽、浇花、搬东西，并且学习分类、洗杯子、折衣服等等。这个应用成熟以后，预计售价一个2万美元的人形机器人，买回去帮忙做家事，使用2年就比请外佣还要便宜。有哪个家庭能够拒绝这个产品呢？而如果未来机器人的总量要比目前全球80亿人口还要多的话，有3个关键问题需要克服，分别是足够的高阶晶片供应、算力足够的运算中心、建置机器人运作软体，以及大规模的机器人生产。关于第一个，足够的高阶晶片供应，台积电魏董事长说，只要能付钱就不是问题。第二个，特斯拉的运算中心正在建设，特斯拉的能源部门为它提供足够的电力。其他竞争者目前还在想办法盖小型的核电厂。而最后一点，在所有设计机器人的竞争中，只有特斯拉有大规模的生产经验。谁能以最快的速度把最便宜的机器人量产供应到市场上呢？想必观众心里都已经有了答案。如果这一切都如马斯克的预测，那么所有人都要有心理准备，迎接新时代的到来。核准进行无人驾驶的地方，可能会在5年内就不再需要计程车司机了。而当 Optimus 正式上市之后，需要人工处理的家务量也可能会大幅减少。而特斯拉未来的股价随着市场需求的爆发，也许就会像方舟基金 ARK Fund 所说的，2029年会到每股2600美元。到那个价位，特斯拉的市值大约是今天的苹果加辉达之外，再多加5000亿美元。财团粉丝们，您认为马斯克如果想要改变全世界，最重要的关键会是什么呢？ A. 足够的高阶晶片， B. 庞大的算力中心， C. 大数据训练的人工智慧。留言告诉我们吧。今天的投资硬总经就到这边告一段落。喜欢这个节目的观众，记得帮我们按赞还有分享哦。我们下次再见。